嗨，大家好，好久不见，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爱达币是什么，也就是埃尔达诺。其实它就是我们的 ADA 币啊，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区块链平台，它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加密货币项目。我相信这两天小伙伴们都知道，特朗普前两天发的推特，对吧？也帮ADA、XRP 还有索拉拉都作为他们的一个储备资金，所以这几天这几个币都还是非常火的哦。包括它的一个排名呢，基本上都在前10名哦。我们可以在 CoinMarket 里面看到它的市值排名目前在第8名啊，有时候可能会跑到第9名，基本上呢在这两个名次里面波动，看它的现状，并且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一下它的运作原理。在这里我们需要说明一下，所有的信息仅供学习交流，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啊。如果说你打算买卖或者说持有卡尔达诺的代币，也就是 ADA， 先要搞清楚它是怎么一回事。另外的话，加密货币投资风险也是很大的，我们有可能会赔光，所以大家投资一定需要谨慎，绝对不能货款、抵押、借钱的方式来投资。要在我们有正常的支出外，有多余的闲钱，比如可以把你的闲钱分成10等份，拿其中1/10或者2/10来投资。但是在投资前，我们也要对新生事物进行一个了解、学习，搞明白了我们才来投资，这样才是我们正确明智的一个投资方案。那相信以太坊的话，小伙伴们都听说过啊。以太坊的创始人威森，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在以太坊团队里面啊，有一个程序员，他的名字叫查尔斯·霍斯金森，也就是这个人啊。据说呢，我们这个威森和这个程序员在早期有些意见不合，所以霍斯金森他们的意见不合主要就是什么？在2014年的起初的时候，霍斯金森认为以太坊应朝商业化方向发展，也就是盈利方向啊。而布林特呢，也就是霍森认为以太坊应向非盈利组织发展，两个人想法有所出入。在离开团队后呢，霍斯金森休息了6个月，霍斯金森呢决定了他自己的一个创业，他成立了一家区块链研究公司，叫做 IOHK， 也就是卡尔达诺。从2015年开始呢，霍斯金森和这个 IOHK 开始，卡尔达诺也就是 ADA， 他在2017年正式上线。这个卡尔达诺他是不是以太坊的对手？卡尔达诺呢，其实也是众多以太坊的对手之一。这个项目的目标就是想和以太坊进行竞争，争夺市场和开发者。这些项目呢，包括了 BNB， 也就是币安的自然链，还有就是索拉拉、雪崩协议、波卡等。当然的话，还有我们的卡尔达诺和以太坊啊，非常相似，都是去中心化的底层区块链。开发者呢，可以在上面构建国中的应用，比如说去中心化金融、DeFi、NFT 区块链游戏、去中心化身份认证以及各种Web3的应用。卡尔达诺的话，它有3个特点。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它有更强的学术背景；第二的话，它可以解决全球性的问题；第三就是它有更高的性能。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它的学术背景。卡尔达诺非常喜欢强调自己是学术派的区块链，就像是区块链世纪世界里面的哈佛大学。如果说你喜欢看学术论文，那你可以在卡尔达诺官方网站上面看到很多，里面全是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论文、数学公式以及各种专业的术语。埃德罗给人的感觉就是他想让大家觉得自己是最专业、最严谨的区块链。第二个的话，就是他想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卡尔达诺他不只是他想做一个区块链，还希望用它来改变世界。
比如说教育网站上面，它可以验证你的学位证书，防止造假；农业，它可以让供应链更加的透明；政府的管理啊，比如说一些电子政务啊、医疗健康啊、电子病历管理等等。当然听起来是非常厉害啊，但实际效果还要需要时间进行检验。很多人关心的都是它的真实性，对不对？还有验证的问题，比如说你可以把大学的学位证书啊传到区块链上面，这样的话你的简历就没有办法造假，也就我们常说的不能改动成绩。那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查到这些信息，还可以用来追踪药品的来源，防止卖到假药这些。当然这些听起来肯定是非常实用的啊。总的来说呢，卡尔达罗的话在这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比那些像狗狗币啊这样娱乐性的加密货币完全不是一个方向的啊，他还是认真在做事情的。所以说这一点我们还是要给 ADA 的一个肯定，我还是比较喜欢他们的。第三，那它的性能怎么样？如果说我们拿它和以太坊啊还有我们的索拉拉来对比的话，那我们可以去看它一些具体的比较的一些数据啊。在这里强哥做了一份资料啊，我们大家来共同学习看一下。那强哥在网上提取的这些资料大家可以共同来看一下啊。我是按交易速度、 TPS、 共识机制、计算的需求、可扩展性以及其技术这几个数据进行对比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交易速度 TPS， 也就是 TPS 这个 TPS 就是代表每秒钟可以处理的交易数量，它这个是衡量区块链网络的速度的，也就是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啊。卡尔达罗呢，它使用的是 POS 权益证明，也就是它的共识机制最高的可以处理250到1000是理论值啊，但实际现实世界的它是250。但是以太坊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30 TPS 1.0 版本的啊，这样的话它就会比以太坊高出很多啊。但是相对于索拉拉的每秒处理是4000到5000的一个速度，那它还是会低很多啊。但是它还是比以太坊更优秀啊，因为卡尔达罗的话它是在以太坊后面推出来的，它是在以太坊这个上面做了优化改进的。那索拉拉的话是最近的一个比较新的区块链啊，所以说呢它优化的更完美啊，处理速度呢当然了也就相对来说更快。但是卡尔达罗呢，它有个新的协议啊要推出，预计可以帮它的速度提升到100万加，那这个是值得我们大家非常期待的啊。如果说它能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也是它后续要上涨的一个原因之一。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算力计算需求。卡尔达罗呢，它算力是低的啊，它是一个低耗极低轻量级的。以太坊呢中等，以太坊 1.0 POW 需高算力，但是它的推出的一个 2.0 版的降低了计算需求。Solana 呢，它就是高的，需要高性能的计算机，运行成本它就是较高了。所以说卡尔达罗还是有它的优势，能效能耗都是比较低的，轻量级的，它不需要高算力的设备。那我们这里还可以看到一下可扩展性的一个技术方面啊，卡尔达罗呢还是有它的优势啊，未来的话可以达到 Web2 的一个解决方案，100万 GB 以上的 TPS， 比下面以太坊的或者索拉拉的都还要高啊，也是我后期看好卡尔达罗的一个原因之一。但是它这个协议的话还在开发当中啊，还没有实施。那综合以上数据，我们各方面对比了一下啊，反正是索拉拉最快，它是采用历史证明跟权益证明，理论上是支持65000加的 TPS， 但实际上是在4000到5000的一个 TPS 啊，远超了卡尔达罗跟以太坊。以太坊呢，目前的 POS 版本呢是 2.0， 它还是尚未实现的一个
分片哦，但未来理论上可以达到10万加 TPS。卡尔达诺相当于索拉拉和当前的 ETH 两点人还是比较慢的哦，就等它的这个协议推出来，预计可提升到100万加 TPS， 那时候就完美了啊！这个就是一个速度方面，这个就是算力方面啊。卡尔达罗是由于采用的是权益证明 POS， 它是不需要高算力的设备，能源消耗极低。以太坊是1.0 POW 是消耗极高的一个算力，矿工需要强大的一个显卡 ASIC， 它的 2.0 POS 呢已经大幅度降低了一个计算需求，但是它还是仍高于这个卡尔达诺啊。索拉拉就不用说了啊，它是由于使用的是 POH 历史证明加 POS 权益证明，对验证者呢，也就是一个节点的计算能力需求很高，需要强大的一个硬件支持，去中心化程度比以太坊和卡尔达诺低。那通过这些数据呢，我们下来总结一下，哪一个更适合你，对吧？1、2、3，我们来看一下适合用途。卡尔达诺是科学研究、长期发展、可持续，它的一个实用用途啊。以太坊是金融、DeFi、NFT、DPPS 生态，索拉拉呢是高速交易、游戏、NFT。在用途方面的一个对比，关键优势呢是高度安全、低能耗、科学的一个方法。以太坊呢是最大的开发者社区，以太坊的 2.0 改进交易的一个速度和成本，这是它后期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优势啊，速度最快，超低交易费用等。关键的乐视卡尔达诺呢，目前的 TPS 它是不如索拉拉的，这个是有目共睹的刚才数据。那以太坊的呢，计算需求高，偶尔宕机啊。看一下，如果你关注的是速度和低费用的呢，那就适合选索拉拉，但可能面临的网络稳定性问题。如果你希望更稳定的生态系统和开发支持，那以太坊呢可能会更好，当然是 2.0 的表现得更好。如果你更注重这个安全、科学验证和长期发展呢，卡尔达诺还是一个未来比较有趋势、很好的一个项目啊。比如说未来的一个扩展有潜力，那你更倾向于哪一个？或者你在 DeFi、NFT 还是 DAPP 方向有具体的需求？小伙伴们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我们共同探讨，你更倾向于哪一个？所以刚才我们看下来，综合对比一下，它比索拉拉这样新一代的区块链呢是要差那么一点哦。这也其实可以理解的，毕竟的话，我们卡尔达诺比以太坊晚了几年才上线，又比索拉拉这些更新的项目要早，而且团队的话也在改进。卡尔达诺和我们的以太坊呢有什么不同？它两者都是智能合约平台啊。那卡尔达诺和我们的以太坊有什么不同呢？这两者的话都是智能合约平台，但是底层设计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啊。因为当年卡尔达诺的创始人霍斯金森和我们这个威盛，也就是以太坊的创始人，在早期是合作伙伴，但是我们的霍斯金森呢，觉得以太坊刚才也阐述了，应该是一个盈利的公司，而威盛的话，他认为应该保持非盈利。一个人认为是以太坊要赚钱为主，一个是认为要保持非盈利不赚钱。所以最终的话，霍斯金森离开了以太坊，创建了这个 IOHK 新的公司啊，专门为企业、政府或者说组织开发区块链的项目。而卡尔达诺呢，正是 IOHK 核心项目之一。卡尔达诺和以太坊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的一个共识机制不同。卡尔达诺的话，一开始就是权益证明，也就是 POS 机制。以太坊的话，直到2022年才从工作量的一个证明 POW 过渡到 POS， 还有就是他们的交易方式不同。比特币和以太坊早期的矿工需要解数学难题才能挖矿，而卡尔达诺的话是按照你质押多少代币来决定你是否有资格验证交易。那卡尔达诺的话，它目前也是在开发一种叫做九头蛇的协议扩展方案，
但实话说啊，卡尔达诺的发展速度真的是有点慢哦。比如它的质押功能花了好几年才上线，它的智能合约也是拖了很久才推出的。像它这个9头蛇协议这样的技术，现在的话还在研究中啊。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它这个协议 IDR 的话，它是卡尔达诺推出的第2层扩展解决方案，我们可以把它说成9头蛇协议，或者说9头蛇扩展协议。它的目标是最大幅度提升卡尔达诺网络的可扩展性和交易速度，最终让整个生态系统支持100万级的 TPS， 也就是交易每秒处理的能力。卡尔达诺的风格呢，它整体风格就是慢慢来的，不要出错。那接下来我们简单聊一下技术性的方面内容啊，主要是看一下卡尔达诺的权益证明和共识机制。简单来说呢，它和其他的 POS 系统其实也差不多啊。每个区块链会选择一个验证者来处理交易，但不一样的是，卡尔达诺算法会不断的随机变化，这样呢，黑客就几乎不可能预测它的运行方式。这个让它这个网络的话就会更加安全了啊。在这里提一句，卡尔达诺里面生态里面有很多历史或者说哲学的元素，挺有书生气的样子。那接下来我们聊一下卡尔达诺的一个原生代币啊，也就是 ADA 的一个代币。它主要的有3个用途，第一个的话就是质押，第二个的话就是支付交易手续费，第3个的话就是社区治理啊。那它代币的话，也就是 ADA 最大供应量啊，我们看一下，它目前最大的供应量是450亿枚啊，永远的话不会再增加。那卡尔达诺它最初代币的分配是这样的：57%分配给了早期的投资者，11%给了团队，30%预留给质押的奖励。那目前的话，450亿枚中啊，已经有350亿流通到市场里面。ADA 目前的年通胀率是5.42%，但是这个比例呢会逐渐的下降，直到所有的450亿枚都被释放完，大概需要100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啊。虽然咱们可能是等不到那一天，但最终还是会发生。我们可以从 ADA 的发行时间表上面看，我们可以看到分配给公开销售和团队的代币呢，已经全部释放完了啊。剩下的主要就是看质押和奖励，这些会在接下来100年逐步的进行解锁。那如果说你多看看新闻，你会发现卡尔达诺一直在和各种的机构合作，他们的目标是解决全球大问题。不过这些问题的话，不是一天就可以搞定的。卡尔达诺一直在慢慢的推进，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风格。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卡尔达诺的数据表现。我们在 DeFi 上面，我们看一下它的 TVL， 也就是说它的总锁定价值。那目前卡尔达诺在这方面的话，总收藏价值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是97.25亿美元。我们在 CoinGecko 上面可以查到啊，那目前卡尔达诺在这里排名，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排到15名去了啊。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后面的一个锁仓价格啊，目前是5.3亿多美元。这个数据是我现在录制视频的时候，可能你在看到的时候有所变化啊。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卡尔达诺的一个风险和机会。那我们在 CoinMarket 上面可以看到，它现在的排名，它在这个上面的排名又是第8名哦。那现在的市价格是0.9美元啊。对比 Solana 的话，卡尔达诺还是晚几年上线啊。但是现在 Solana 价格已经高于卡尔达诺了啊。我们来看一下 Solana， 可以看到 Solana 目前已经是基本是相当于一个历史新高。我们可以选一下全部 L。它的历史新高也差不多是这里247，这里是211，也就是前几天的事情哦。所以说呢，它基本上已经相当于历史的最高点了。Solana为什么最近会这么高？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啊，特朗普上台以后，包括前2天，他也发了推特，对吧？Solana、ADA、XRP 都作为他们的一个储备资产。
有可能目前的索拉纳处于优势阶段，刚才强哥已经列了一部分的数据啊，可能它的关注度就会更高一点。那相对来说呢，卡尔达罗的关注度还有开发者可能不多。那卡尔达罗的话，现在他在做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他的策略啊，第二个的话，他和 BCON 也就是 BCH 进行合作，还有一个最近这1-2年可能他还在和比如说2023年和埃塞俄比亚和非洲市场，在非洲市场进行布局。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呢，就是它的九头蛇协议这个扩展方案也是取得了一个重大的突破。还有就是它的一些第一翻印的 NFT、迷因币等等。但是问题呢，就是这些进展的热度远远比不上它的市值和它的供应，比起来，卡尔达罗的增长呢，速度呢还是太慢了啊。卡尔达罗一个市场的机会呢，尽管这些问题，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喜欢它的。因为想解决现实问题的一个长期愿景，那是很多加密货币，也就是我们说的山寨币，它只专注于炒作还有短期收益，而卡尔达诺真的是在做长期的一个规划。如果它能够在这些领域取得突破，那卡尔达诺的生态它就可能会迎来巨大的发展。另外的话，卡尔达的创始人霍斯金森也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领导者，他带领卡尔达诺在社区来不断的前进，而很多 ADA 的持有者也是非常忠实的啊，愿意耐心的等待他兑现他的承诺。这种信念呢，对于一个工业项目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比如说我们都要有个信仰，对吧？学生他有他的信仰，追求一个自己心意的大学目标，对吧？都是同样的道理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卡尔达诺能够实现他的一个长期目标，毕竟的话，他是一个专注于长期项目的人。那如果说你持有大量的 ADA， 也就是卡尔达诺的代币，那你可以通过质押这些 ADA 来获取更多的收益。相比那些持有较少的 ADA 的人来说，你在网络中的话语权呢也会更大。而以太坊一开始就是基于工作量证明运行，但现在已经逐步向权益证明，也就是 POS。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它和比特币一样，卡尔达诺也是通俗性的。通俗一点来说呢，就是 ADA 的总量它也是固定的，跟比特币差不多啊。比特币固定的总量是2100万，卡尔达诺呢也只有450亿枚，不会无限的增加，它这个也是固定不变的。而以太坊呢，每年都会增发新的 ETH。 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说，如果说其他的条件不变，理论上 ADA 的稀缺性呢肯定要更强一点，价值的话应该会比以太坊更容易升值一点。那卡尔达诺其实也是进行了一些商业的合作啊，比如说卡尔达诺最令人印象深刻合作之一就是与运动品牌新百伦的合作。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区块链和运动鞋能扯上什么关系？其实呢，它这个 IOHK 被这个新百伦聘雇用，利用卡尔达诺的技术来验证它的球鞋一个真伪，所以导致去年12月中旬卡尔达诺的价格呢下跌，又迎来了一大波的玩家买入潮。市场分析显示，它越来越受关注。另外的话，卡尔达诺正在进行很多的升级，可以让人不仅好奇，这会不会是加密货币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点？而卡尔达诺本身的实力其实也是很强的，因为它是一个基于科学研究开发的加密货币项目，而且核心理念是去中心化。所以说加密货币的行业的发展，去中心化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不过2025年初发生了一些更值得关注的事情，在这里我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有一个4000万美元的巨额资金的一个流入，那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卡尔达诺的新技术升级如何影响价格，卡尔达诺的创始人对未来的看法，卡尔达诺有没有机会成为加密货币的前面数一数二的领头羊，以及
我们对2025年更远未来的一个预测。那接下来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比如在这里我们选一个全部啊，从它的最高点我们看一下，这里是差不多3块多啊，跌到我们现在的0.9美元左右，那它未来的上涨空间还有多少，对不对？这肯定也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 ADA 未来的价格呢，我还是比较看好的啊，应该也会涨到1.5到3美元之间。为什么呢？因为特朗普他也帮他作为了一个储备物资之一，现在是0.9，当前盈利的卡纳罗持有者主要是在0.9到1美元之间，这个说明在这个价格区间以内啊，市场还是形成了很强的一个支撑啊，那为以后的一个上涨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保障。许多投资者在市场上涨的时候呢，不会轻易卖掉手里面的加密货币啊，但是除了这些人的坚持，那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啊，最近的话，卡尔达罗的创始人霍斯金森正在推动他的卡尔达罗基金会从瑞士搬到阿布扎比，或者说美国的怀俄明州。他的理由是希望能让卡尔达罗的治理变得更加透明，也回应外界对其管理结构的质疑。过去的话，卡尔达罗曾被指控内部管理存在问题，甚至有传闻称一些核心的贡献者被边缘化。不过卡尔达罗基金会方面的解释是，这些只是项目发展中的小问题，长期来看不会影响进展。其实这些争议在一个真正去中心化的项目里面也是很常见的，大家都想弄清楚谁该做决定，谁掌握话语权，而这种权力的分配就是去中心化的核心。有位网友说，欢迎来到去中心化治理的世界，这里是充满了争议、纷乱和挑战，但这也是唯一让所有人能够参与的方式。卡尔达罗最终的目标，它就是完全去中心化治理。霍斯金森他一直在强调，卡尔达罗最终目标是让成千上万的 ADA 持有者来决定项目的方向，而不是交给少数的开发者或者说基金会。大白话就是说，他让我们拥有 ADA 的持有者来掌握这个决定权，不是让那些开发者或者基金会来决定他的未来的一个走向。所以目前的话，卡尔达罗只剩下2个关键的目标啊，第一个就是建立预算管理机制，第二个就是通过社区投票批准宪法。一旦这2个目标实现，卡尔达罗将会完全去中心化，不会受到任何机构或者个人的控制。霍斯金森甚至玩话说，一旦宪法通过，卡尔达罗就会4步扩大。那个人的观点是，虽然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已经接近历史的最高点，但是否还有上涨的可能？也许在4月，也许在8月，具体的时间很难确定哦。在这一波行情里面，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加密货币的表现超过比特币，也有可能会有些项目表现不佳，被新的热门代币取代。卡尔达罗 ADA 是目前最受关注社群最活跃的底层攻略之一，所以说它还是有很大机会成为2025年最有潜力的投资之一。如果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卡尔达罗支持者一定会大力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项目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卡尔达罗涨到3美元只是时间的问题目前它的价格市值虽然是0.9美元，如果它的市值从4亿美元涨到20亿美元，那么整个卡尔达罗的生态都会吸引更多的关注，这可能会进一步推动 ADA 的价格。实际上呢，我的观点不是 ADA 会不会涨的问题，而是它什么时候涨的问题。我们一直相信，真正有价值、技术稳健的项目最终都是会成功，因为从长远来看，卡尔达罗具备真正的去中心化架构技术，它已经很成熟了，所以说它失败的可能性呢很低，只要继续稳定的发展就会越来越强。那小伙伴们通过了解过后，如果也想购买卡尔达罗的话，它的代币也就是 ADA， 你可以在币安上面进行购买。币安的话也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市场它的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简介里面，小伙伴们可以暂停视频
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点开强哥任何一个视频下方简介，那通过强哥视频下方连接，直接就可以跳转到币安的一个注册页面。这里的话，你可以通过你的手机号、邮箱啊，都可以来进行注册，或者直接用你的一个 Gmail 的邮箱直接进行登录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我建议大家可以用邮箱来进行注册。邮箱的话，因为它不会像手机号啊，因为我们邮箱可能会用一辈子，对不对？手机号呢，可能有时候你还会经常犯，因为工作啊，其他的原因，可能还会有经常犯的时候。我本期视频将用到 Gmail 的邮箱进行一个演示啊。下面输入我的一个邮箱号，选择这个框里面都选一下，创建账户即表示我同意币安的服务条款和隐私政策。我们点击下一步，这时候它就会发到我们的一个 Gmail 的邮箱的一个验证码。要打开我们的一个邮箱的验证码，这里就填入我们的验证码282621。282621，密码的话就我们自己按照它下面那个要求，创建一个8到128个字符，至少一个数字，至少一个大写字母。创建好密码，我们就下一步啊。如果这里还是英文的话，我们可以向前个点击一下这里，安装一个沉浸式的就可以了啊。这里基本上账户就注册 OK， 欢迎加入，你的账户已创建，并已绑定这个邀请码。因为通过强哥连接，它直接会跟我们的邀请码在一起啊。如果是没有的话，下面它会显示一个是否有邀请人，就会填入邀请码。强哥的邀请码就是 TBNL8-68，而且你会获得20%的一个返佣率，也就是永久的一个20%的交易手续的返佣率。大家可以想一下啊，一次20%，交易2次20%，交易100次了，对不对？这也是为我们省下一笔可观的一个开支啊。那我们填下一步。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身份认证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币安账户注册好了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币安账户的一个 PC 端的一个页面啊。首先第一直观的就是要身份认证，第二个才能充值，第三才能交易。因为我们没认证是无法进行充值跟交易加密货币数字的啊。那我们就选择一个身份认证。身份认证的话，居住国家我们是哪个国家就选择哪个国家啊，是韩国选择韩国，中国就选中国，新加坡对吧？对应选择我们证件上的一个正确地址，中国我们就选中国。类型的话，身份证就选身份证，驾照也可以的啊，护照也是可以的。选身份证我们继续。那在这里就是当前设备上传啊，正面一个身份证国徽面上传过后了，就进行了一个实名认证啊。那当然这里它还有一个手机验证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你可以用你的手机扫码，这里扫码进去以后呢，根据它的要求进行一个操作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也就是上传了相片过后，它也会让你一个人脸识别，就根据它的要求来，很简单的就是张嘴呀、眨眼啊、摇摇头等之类的啊。因为我之前已经验证过了啊，这里的话我就不再进行验证了啊。小伙伴们直接跟着它后面的步骤进行一个身份验证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当你的账号注册好以后，下次的话你要在电脑端登录也是可以的，在这右上角这里有个登录，你直接点击一下登录进去就可以了。好，小伙伴们，这个是我们通过手机认证就来到币安的个人网页啊，直接进入到这里面。左边大家看到这里有一个设置这里面有个 C2C 个人资料，也就是管理你的付款方式，我们就编辑下面大家看得到啊，这里是收款方式，我们要添加一个收款方式。这里有3种啊，一个是银行借记卡，一个是支付宝，一个是微信。银行卡直接添加就可以了，点一下添加方式，帮我名字、银行卡写上，银行卡名证、开户行直接写上就好了啊。支付宝也是一样的，点击一下，那强哥就选择支付宝啊，上传一下我们的支付宝的收款码，
这里上传好了就 OK 确认。手机上下载一个 APP 扫描一下就好了啊。好，小伙伴们来到我们的手机端，看到一个账户安全，我们收款方式添加一个收款方式，再点一下确认就 OK 了啊。这里支付宝、微信、银行卡都可以啊。强哥这里就选择支付宝，输入支付宝的账号，确认就 OK 啊。再2维收款码，再点一下确认就 OK 了啊。好，接下来我们是安全验证，身份验证器 APP 的啊。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在手机上下个 GBOX， 在谷歌商店里面下载身份验证器，它这个是进行实时动态保护的，1分钟变一次。这个验证 OK 了，我们还有一个邮箱验证啊，输入邮箱的验证码就 OK 了。这时候我们添加的支付宝2维收款码就 OK 了。好，小伙伴们，我们的一个身份验证已经完全设置好了啊，身份验证器这里已经启用已经设置好了，还有一个邮箱啊，账户的一个收款的2维码呀，都设置好了啊。接下来的话，教大家怎么进行入金充值。那我们注册好币安账户过后，来到 PC 端的这个页面，经过我们的一个身份认证过后，就可以进行充值以及加密货币的一个买卖，包括我们要进行一个账户的安全认证，要进行开通一下啊，双重验证 2FI， 也就是经过双重的保护啊，给你的账户，一个是通行密钥啊，生物识别，包括你的指纹啊，都可以在你的设备上开启。身份验证器前面强哥说的，要在谷歌商店里面下载一个身份验证器啊，因为这是一个1分钟变更的动态密码，非常安全的啊。再一个就是绑定一下我们的邮箱、手机号码，包括登录密码，这几种设置过后，确认我们的一个账户安全没有问题，身份认证都通过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进行入金交易了。那我们点一下这上面币安 logo， 就来到了我们这个币安的一个首页啊。如果这个界面你打开的是英文，那一定点击一下右上角的这个地球图标，拉到最底部，帮它设置成简体中文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个已经是中文，它其实就是在最上面了。如果是香港、澳门的朋友呢，可以拉到最底部有繁体中文啊。在这里，小伙伴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语言啊，都是 OK 没问题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实操演示如何向币安账户里面充值资金啊。如果你想用币安来购买加密货币，或者说进行一个交易的话，我们就需要先往这个账户里面充值法币。那我们先来看如何充值我们的法币，比如说欧元、美元、英镑、人民币等等。如何向我们的币安账户里面充值加密货币，我们可以在账户页面的最左上角点个一键买币。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进来有一个快捷区，有一个自选区，有一个大众区。我们先看快捷区啊，快捷区的话就是非常快捷的，它就30秒就可以给我们下单买入。在这里的话，你就可以输入一下你要买多少钱的一个币。比如说它这里最低的话，这里是选的是人民币啊，是 NY， 在这里有一个区间啊，也就是10元到1492000之间，也就是最小你可以充10元，最大你可以充1492000。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法币啊，选择适合我们自己的就可以了。那比如说我要充10元，我们就可以收到 1.37 USDT。一般我们充都是充 USDT 啊，因为它是一个稳定币。什么是稳定币？强哥往期视频也有讲啊，还不知道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看一下强哥的往期视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稳定币 USDT 就相当于1 USDT 等于1美元，它是跟美元挂钩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得到 1.37 USDT， 它这里预计价格我们下面也可以看到1 USDT 等于 7.28 人民币，跟美元的利率差不多啊。这里有一个解释，这是根据 C2C 专区中的可选广告估算出来的价格。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支付方式，
就可以快捷买入 USDT 了啊。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一共有3种，第一个就是快捷买币，刚才说了啊，第二个就是自选区，还有一个就是大众区。大众区啊就好理解啊，如果说你的量比较大，你就可以选择这个大众交易。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最小订单量，比如说第一家就是20万最低起步，最高是64万9，差不多65万。那第二个更高了，最小的区间都差不多啊，前面4家都是20万，只第二家有102万最大，第3家是146，这个第4个更大了啊，最大的可以充值到8926万。如果你的金额比较高，可以选择，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选中间这个自选区，因为在币安里面的话，交易的话还是要安全谨慎一点，我们要保证我们的资金的一个干净安全，不要买到什么黑钱之类的。所以说我们这里自选区进行一个买币，在自选区进行买币的时候呢，那里面的话有非常多的商家，对不对？在这里你想买多少买多少，我们就可以自行的输入，买30，对吧？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自行输入啊。这个币种也是选择我们适合自己的币种。CNN 这里是默认的是，在这里选的是人民币啊。这里支付方式我们也是可以选择的，比如说支付宝啊、银行借记卡呀、微信啊，我们就可以打勾选择所有的支付方式。在这里建议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像漏斗一样的，它会跳出来一个更多筛选条件，也就是说仅限交易广告，我们最好把这个神盾方显示出来。什么叫神盾？也就是说商家后面这里有这个神盾标识的，他已经向币安交押了一定的押金，保证了他不会跑路的一个风险，所以最好把这个神盾方勾选啊。付款时间的话，这里我们就选全部好了，这里所在的国家，对吧，都是可以选的哦。所有的国家我们确认 OK 就可以了。在这里的话，我们选商家最好选成交量高的、成交率高的、有神盾的这3种条件，这样才能更加保证我们的一个交易安全。那像第一家的话，成交量就比较低啊，成交率也还是比较低。第二家的话，它也比成交量比较低啊，才236币，成交率也98.4。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一下，那这一家应该还不错啊，成交了6034笔，成交率都99.9%，而且也是神盾广告方。虽然它的价格稍微贵一点点，但是这样的话安全给我们多了保障啊。而且我们还可以点击它进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注册时间，那它的注册时间也是2022年10月，也是快2年多了啊，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就选浙江大掌柜啊，实名付款，冻结包赔，非常不错啊。但是它这里的话，支付方式的话就有点局限性了啊。它这里就是支付宝，我们一定就是说在付款那里，我们一定就是要绑定支付宝才 OK。那我们就选它，点击右边的购买 USDT。那来到这个交易页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左边的这个广告方交易的一个条款啊。本店铺使用小荷包收款，如需继续交易请下单。也就是说，用币安的实名付款，非币安实名用户付款，余力不放行，资金确保安全。所以这个一定要把我们这个条款要遵守一下，也就是说白了，就是需要你的钱是干净的，不要是什么黑钱，不要是什么违法所得的一个资金，我们平常的一个干干净净的钱就可以了啊。还有这个要求，买家必须实名付款，和平台的名字一样，否则的话这个商家他也是不放行的啊。也就是说，你的支付宝实名认证一定要和你在币安的实名认证一模一样。比如强哥在这里演示，就买一个10元的，那他这里就给我们筛选出来了。现在10元最小单位10元的，现在就只有3家。那我们第一家其实也不错的啊，因为在这里面选我们要保证几个条件，第一就是要成交量高的，成交率高的，还有一个神盾保证的，
这样我们交易起来才能保证我们的一个安全性。还有一个，我们可以点开商家看一下他的一个注册时间，那他的注册时间也是非常 OK 的啊，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就选第一家吧，他的支付方式都是支付宝啊，我们点右边这个购买。那我们进到这个交易页面，我们必须要看一下左边一个广告方的一个条款啊，必须币安本人支付宝的一个实名支付，如果不是就不要下单，一天只能买一次。它这个还比较简单啊，有的它还会加一条，需要我们买家的一个资金安全合法合规，不会是什么来路不明违法获得的黑钱，需要我们的钱是干净的，只要我们符合它条件就可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符合它的要求啊，也就是说你用支付宝的实名认证一定要和你在币安的实名认证一模一样，这样卖家才会放币给你的。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输入了啊，它最低是10元，最高的200，它这里已经有限额的啊，全额在这里演示，也就10元就 OK 了，你将收到 1.36 的 USDT， 我们就选择一个购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订单已经生成，打开支付宝转账10块，我们就这里有支付宝账号，我们在这里一定是先支付宝付款完成过后，结构图发到这里，我们才点击这里啊，否则商家是不会发币的。我们先去打开支付宝付款啊，那我这里支付宝付款，它立马就给我们秒付币过来了啊，购买成功，这里我都没有截图发给商家，他就立马收到款就放币了。这个商家呢还是非常 nice 的啊。一般我们买币过后都会截图下来转到这个聊天窗口，商家才会放币给我们。如果我们要查看我们购买订单的话，也可以点击这上面账户，这里有订单，点开最左边我们在下面有个 C2C 订单，点击一下全部订单，点击一下，那我们买入 USDT 2025年2月15号 8.48， 价格 7.32 买的，法币获得 1.36 USDT， 广告方也就是商家，包括我们还可以下载收据，这里都会显示我们刚才购买的一个记录啊。把我们的眼睛点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总资金一共有多少钱了啊，都会显示到这里面的。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怎么进行购买一个 USDT， 那还有个怎么买比特币的方式，那就更简单了啊。比如说这里点个一键购买，我们这里的话就要换成比特币了啊。这里有预计价格1比特币约等于713851，你想买多少个比特币，想买多少钱的，比如说你想买2000的，我们就可以得到 0.0028 个比特币，你就要付2000。比如说你要买70，你就可以只得到 0.00000098 啊，也是非常简单的啊。反正这里选择支付的方式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支付宝啊、微信都是没有问题啊。选好以后，你可以直接点击一个确认购买就可以了。这种方式买比特币的话是最简单的啊。好，小伙伴们，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数字货币的一个交易啊，还是回到我们币安的 PC 端页面啊。那币安的加密货币的话，提供了2种交易模式啊，它们各有千秋。第一种的话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简易模式，简洁直观，是比较合适初学者的，可以满足日常的一个买卖需求。还有一种呢，专业模式，但是这种模式的话就更加过于复杂啊，但功能啊也就更强大。通过这种专业模式呢，你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市场的趋势，来运用多种交易的策略。看完接下来的内容，那你就能够理解如何使用这2种方式进行一个加密货币的交易了。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交易啊，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的交易，这下面有一个闪兑与大众交易，我们点击一下，它这里面提供了3种方式啊，一个是闪兑，一个是定投，一个是限价。那这里的话跟大家科普一个功能啊，如果你是新手，对这些专业术语不是很理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运用一些 AI 技术来帮你说明一下。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
截图下来，复制粘贴到我们的 ChatGPT。ChatGPT 的话，它是一款 AI 软件啊，非常强大。我们就需要给它一个提示词，比如说在币安网站里面，请帮我解释一下以上图片的内容。那我们就直接发送给他。因为我用的一个 ChatGPT 是一个付费的版本，它是可以进行一个识图能力啊。这个识图功能的话也非常强大。那你可以看到它帮我们也解释的非常清楚啊。那如果说你用的 ChatGPT 是免费版的，它是没有这个识别图片的功能，小伙伴们可能就要去升级一下你的 ChatGPT 一个付费版。ChatGPT 的升级的链接我也放在视频的下方简介里面，有需要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点击直接升级就可以了啊。这里面的话 ChatGPT 他们几秒钟就给我们说出来了啊。它这些理论性的东西小伙伴们可以下来学习一下。那我们回到币安这里，我在这里的话我用更加通俗的方式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那像闪兑，就比如你去超市买东西，看到你喜欢的东西马上就去下单，不讨价还价，这就是最快速的一个交易方式啊！立刻按照市场的一个价格成交。比如说我们闪兑，我们要闪兑一个 BNB 兑换成 USDT， 我们就可以得到 655.392 个 USDT， 也就相当于1 USDT 泰达币等于655美元。比如我们还可以点开这个预览结果，闪兑的1 BNB 等于656 USDT， 兑换率1 USDT 等于 0.001524 个 BNB。 支付的方式就是在我们的账户，你要兑换的话就是从现货账户加资金账户的里面扣取，手续费是不足的啊。那我这里是余额不足，它已经写了请充值啊。所以闪兑是最快速的啊。在这个里面我们想要什么币，比如说我们要把 BTC 兑换成 USDT， 比如我们举个例，要兑换一个比特币，我们可以兑换到96961颗 USDT， 都是一样的啊。这就是非常好理解的。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定投。定投的话，就像你每个月拿出一个固定的一部分钱来买这个数字货币。比如说我想从 USDT 买的币种的话是 HEI， 我们也可以选择添加我们想买的，比如说特朗普币，我们添加进去就好了。我们定投多少，这里有时间，每个小时每8个小时都可以，时间可以固定的，每天每月，对吧？每月哪一天开始投，每月的1号5号，时间从12点还是1点，对吧？我们自己选，从晚间12点我们想投入多少，投入每个月投入50 USDT， 频率每月5号12点东八区的啊。按照你的要求，他列了一个确认计划，预计首购时间2025年3月5号，也就是说我们从下个月3月5号开始，每期定投的金额50 USDT， 购买代币 HEI 这个币 50%， 刚才因为我们添加了一个特朗普币 50%， 每月的5号，支付方式现货钱包、资金钱包，交易手续费是0。你打算将已购买的资产存在何处？我们有现货账户，对吧？定投的资产放在现货里面，还是放在理财？放在理财里面，它可以给我们的一个活期利率啊。倒是我们有闲钱是可以的，那我们就可以点一个确认，你同意，这里勾选，这里再确认。好，下面它就会给我们的一个创建成功了啊。那我们就可以查看计划，定投计划2025年3月5号开始，每月5号卖出 USDT， 也就是用我们的 USDT 去买特朗普币，数量是50 USDT。 当然我们不想要也可以点击暂停或者取消。你确定要取消吗？那我们确定，那我们这里已经显示已取消，这里面定投计划里面已经没有了啊。这就是一个定投，也就是按你的闲钱来制定一个定投计划，你要买什么币，
我们可以这里添加什么币就 OK 了，或者输入瑞波币 XRP， 那我们添加就 OK 了。因为这个定投的话，它是获取一个平均的收益，这是定期自动投资的一种方式，适合这种长期投资的啊。它不管你的价格高低，到了时间就会给你买入你想要的投资的加密货币。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限价啊，限价的话就好理解了。你想买东西，但是你觉得现在这个价格71这个价格太高了，你可以在这里设定价格，等待价格降到你设定的一个水平，再进行一个购买。相反的，如果你要卖出，那你就设的比这个更高，对吧？等到这个价格达到你的一个预期，比如说我们现在是用 USDT 买这个特朗普币5个，现在的价格是 18.95， 我觉得它太高了，我就帮它设定到15 USDT， 那我们买入的总价就是75 USDT， 比我们市场价格刚才是 18.9， 那就便宜很多。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卖这个特朗普币，市价是 18.88， 我要限价成30，卖多少个？卖5个，那我们就可以得到150 USDT 啊，我们就可以下单。那它就会让你确认，从5个特朗普币卖150 USDT， 有效期30天，限价1颗特朗普币等于30 USDT， 支付方式也是现货加钱包啊，交易手续费0，那我们就可以确认。那我这里账户是余额不足啊，请充值。这就是一个限价啊。这3种的话非常简单啊，通过这种交易方式的话比较简单的，我相信小伙伴们都是一看就会了啊。那接下来我教一下大家怎么通过一个专业的模式啊来进行一个比特币的交易。那我们还是点击这个交易，点击这个现货交易。首先的话，我们需要来熟悉一下这个界面。如果说你是新手，可能第一次看到这个界面的话，是不是会感觉到有点复杂？那跟着我一步一步来学习一下啊。我们可以从左上角这里开始，比如说这个是 ETH-BRL， 也就是这个是一个交易对，以太坊这里显示的就是当前我们正在交易的一个交易对，这个呢就叫交易对。那在这个右边的话，还可以选择其他的交易对。那如果你对这个概念不是很理解，我们也可以来到 ChatGPT 问他一下。比如说我们给他指令，在币安里面交易对是什么意思，输出，他会马上分分秒秒给我们给出答案。这些就是比较理论的东西啊，大家可以通过 AI 来好好的学习一下。那在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啊，在币安等加密货币交易所里面，交易对是指是可以相互兑换或者交易的2种资产之间所组成的配对。常见形式，比特币对 USDT 或以太坊对 BUSDT。比如说前面通常是你要买卖的加密货币，也就是比如说这个 BTC 比特币是你要买或者卖，后面的通常是指定价或结算用的资产，如 USDT、BUSD 等稳定币。也就是说，这一个比特币是97600，那我们就相对来定价，结算是用这个 USDT 去结算的。也就是说，通过交易对，你可以在这2种资产之间自由的进行买卖。比如在比特币对 USDT 交易对中，你可以使用USDT 买入或卖出比特币，也可以用比特币换回 USDT。 交易对的价格则代表了这2种资产之间的兑换比率。现在回到我们这个交易页面啊，小伙伴们对这个应该很好理解了啊。这个就是说我们特朗普币现在这个行情价是 18.72， 我们是用 USD 来定价，我们可以进行自由买卖，也就是 18.72 也就相当于美元，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特朗普币是 18.7 行情价，这个是交易的盘口，上面红色部分是
这么多卖家是按这不同的价格限价挂在这个盘口上面，表示有这么多卖出的特朗普币。下面这些呢，是有这么多买家挂单在这个盘口上面，是以最低推至最高的相依挂的这些价格买入特朗普的一个货币啊。比如说我这里举个简单的例，现在它这个行情价我觉得高了，我要买入的价格我们可以改的 18.8 18.74， 我觉得它高了，我可以想15买，数量的话我们可以自行定义，对吧？我可以买100个，当然我们是按我们的你的钱包或者你的现货钱包跟资金钱包里面的一个总额，我们只能买到 0.20过啊。我们这是一个限价买入，我们就可以挂单，你直接按买入就 OK。 因为我们这里币是不足的啊，是没办法买的，因为这样你按照我们这个可用的资金，你可以帮它拉到最大，只能得到 0.26的，你就可以直接买入下单 OK 了。那这里下面是不是看到我们已经有下的一个，因为我们这个是比较小的哦，在这个盘口上是看不到的。如果说我们的量大，这个价格标得更大，会显示在这里的。这就是一个限价的一个购买加密货币哦。当然我们不需要的话就可以撤销，在这里点击倒三角全部确定取消全部订单吗？确认。那我们下的限价订单就撤销掉了啊。同样我们市价也是一样的啊。市价的话，我们的价格只能是按盘口的行情价，价格这里是没办法更改的啊。不管你是卖还是买，都是一样的啊，它都是灰色的，都不会让动的。这里只是说你可以买多少的一个 USDT 的，就是你拿多少钱来买，也就是说你买多少钱的这个数量可以根据你的持仓量可大可小。假如你有10万，那我们10万的，对吧？20%、25%、10%，就是你的总资产的拿多少来买，我们就直接可以下单买入就 OK 了。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挂单在这里，它就会立即以市场最低价格，它会是从最下面 18.66 这个地方给我们立即买进。如果说你买的比较大，对吧？我们这里是 18.66， 现在乘以 1.65K， 如果你要买 2K 它的不够，那它就会由低按高，它就会按 18.67 或者68，按照你购买的数量这样持单买进。这就是一个市价买入的一个比特币交易一个流程啊。那刚才小伙伴们看右边这里有没有注意到这后面还有什么 5x 对吧，10x， 这个表示一个杠杆的一个倍数啊。比如我们现在这个特朗普币后面是5倍，这个表示你在进行一个杠杆的交易的时候可以介入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倍数。你可以理解你在交易的时候向这个币安平台啊借钱，因为我们的本金不够，比如像强哥刚才下单的时候可用资金只有3年多，那如果小伙伴们还不知道怎么理解的话，我们可以回到这个ChatGPT，可以问他一下，在币安交易所可以按 5x 10x 在币安交易所里面交易对后面显示的 10x 是什么意思？新人可以在币安平台，那我们就发给他啊。在这里马上ChatGPT跟我们解释了，在币安的交易里面，如果在某个交易对后面看到 5x、10x 等字样，通常是表示该交易对支持杠杆倍数，也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交易对里面通过保证金合约的交易方式来使用杠杆来放大你的仓位。例如 5x 表示最多可以使用5倍杠杆， 10x 表示最多使用10倍杠杆。这里的杠杆就是能让你用更少的保证金耗动更大的仓位，从而在行情对你有利的时候获得更高的收益。但需要注意的是，杠杆同样会放大亏损的风险。如果行情朝着你预期的相反方向发展，你的亏损也会迅速放大，存在被强制平仓爆仓的可能。不同交易对可用的杠杆倍数
各有不同，具体的额度也与个人的账户等级、风控设置等因素相关。因此，当你看到交易对加杠杆倍数，就意味着可以使用相对应的倍数的保证金活跃交易策略。我们一定要称重啊，这就是非常很理解的。它就是用我们很少的一部分资金，比如说100，你只有本金100，你开5倍杠杆的话，你可以向平台借400。如果说你的预期这个币，特朗普币，对吧，涨10%，原来我们本金100的去买入，那我们只能赚10U，对不对？那比如说我们开了杠杆倍数5倍，那就是50%，对不对？那就相当于按照我们的一个预期涨幅10%的话，那50%我们就是不是赚50U？相反的，如果说没有按照我们10%涨跌，向相反的方向下跌10%或者4%，那除掉本金100U的时候，杠杆倍数越高，我们收益越高。相反的，没有按我们4%上涨，往相反方向下跌10%或者更多，那就是可能爆仓爆掉，连我们的本金一起爆掉。5倍是这样，那使用10倍杠杆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啊。比如说你有100，对吧？你就可以跟平台借900的一个 USDT， 最终你是用1000的 USDT 来进行一个交易。使用这个杠杆交易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放大你的收益。那如果市场按照你的预期发展的话，利用杠杆你可以赚得更多的一个钱啊。那同样的话是有风险的，杠杆交易它会放大你的损失。如果市场朝着你的方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那你亏损的也会放大。那刚才我们演示的是一个现价跟市价的一个买入的一个流程啊，那我们卖出也是一样。比如现在的市价是97454，那我们要限成10万，我们想10万卖出去，卖的比特币1个，因为我们可用的币是不够的啊，所以这里没办法，因为我们持仓的金额不够，那你的持仓不足是没办法按我们设置的一个去挂单，那只能按照最大卖出，下单总金额需要大于5USDT， 因为我们实际可用的只有4.63啊，还刚好差一点点，所以这是没办法挂单的，就是按这种方式咯，按我们的持仓的一个总数量，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比特币，你是可以挂多少？一个比特币就是差不多70万，那我们可以按10万的去卖，你是按你这个持仓的10%、15%、20%、30%都可以啊，这样去挂单卖出就好了。这下面它的单子就马上会给我们显示在下面啊。现价的话就按我们自己制定的价格，10万、12万都可以啊。卖的数量按我们的持仓数量设置就好了。持仓的10%卖出还是50%卖出还是卖出，全部卖出就直接拉到底，直接点一个卖出比特币，它就会给我们下单在这下面了啊，就跟刚才我们挂的那个一样的。如果不想要的话，你就点这个倒三角撤销就好了，或者你平仓平一部分也可以。这就是一个现价的，那市价一样的啊，我们就点一个市价，价格你是没办法调的，它就是按97397来给你卖，只是数量的话按我们的持仓数量，你是卖0.5个，对吧？还是卖多少个？还是按我们持仓数量的10%、25%、50%这样一个数量去按市价直接卖出，它不会让你确认订单，它会立即按这个市场价卖出你这个持仓的百分比。你按50%，比如我现在这里是4.5，它就会给你卖出一半，2.25卖出掉，立马按这个市场价格给你卖出掉。这就是一个现货按现价跟市价的一个加密货币数字交易简单的一个流程啊。那这里有一个永续活跃交易页面啊，大家看看跟现货的差不多啊。永续活跃刚才说的可以杠杆交易，左上面也是一样的交易对儿。如果大家想更换的话，这里输入这里查询，直接输入你想购买的币就可以了，比如 ARC、USDT， 我们就直接更换就 OK 了。这个也是一样的，中间是 K 线图，这里是盘口，这是卖家，你这个价格挂在这里，想要卖出的价格，这中间是卖出的
数量，这是合计啊，这是盘口的行情价，这是买家以这价格想买进的一些数量，这是下面是最新成交价格。这里的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开单的，比如我们是全仓，在全仓的话说，在你的币安账户里面所有的资金，这个就是调整杠杆。你是想向平台3倍，你就拉到3就好了，这里就变成 3x 了；5倍你就拉到5倍，这个应该都能理解了啊。刚才已经说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只有100的 USDT， 你拉到500，拉到 5x， 那你就向平台借了400 USDT。如果是你买这个 ARC 这个币，现在是行情价0.247的一个价格，你觉得它今天会上涨10%，那你按5倍的杠杆去开。如果你100的本金的话，你10%你只能赚10 USDT。那如果你是向平台借了400，我们有500的本金，那就撬动了它的一个收银倍数，那你就是50%，你就可以收银50 USDT 了。当然我们的收银增加，相反的，如果是说现在这个行情价没有按照我们的预期上涨10%，相反的往下跌了，那我们相当于亏损的也会越多。如果是下跌到你的预期10%，有可能就给你爆仓爆掉，包括我们的本金。而且这里都有提示，选择超过10倍的杠杆交易会增加强行平仓风险，请注意相关风险，对吧？更多信息请参考这里。我们如果不知道，可以点开这里来学习币安活跃强平协定，币安使用标记价格来避免不必要的强平并打击市场操纵。这里面的话，小伙伴们可以自行来，不知道的话可以自行来学习啊。我就在这里不再做过多的详细介绍一个杠杆的一个知识点啊，因为新东西就跟我们开局说的，只有我们自己进来学习，边学习边实操，才能增加我们的一些经验，才知道怎么去操作。光是听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没有亲手去操作。一个新生的事物必须经过自己深刻的学习、深刻的实操，才能成为我们自己脑子里面的一部分的东西。所以这个就靠小伙伴们自己来学习啊，包括保证金跟杠杆之间的一个层级持仓0到5万，最高杠杆125，维持保证金0.4%，上仓位置这些都是有的啊。这是杠杆与保证金交易规则，这些都有啊。这里面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啊，包括活跃的每一种比特币的、以太坊的、BCH 的、XRP 瑞波币的、USU 的最小下单0.001比特币，最小下单价格556.8，最小被动价0.1，价格精度0.01，现价订单价格上限下限比例，市价单、限价单都会有啊。最大挂单数量，价差保护阀值5%。像这个不知道的都可以去ChatGPT问一下啊。强平清算费1.25%，最小名义价值100 USDT。这新东西我们靠自己进来学啊，所以你调到哪个倍数，倍数越高风险越大啊。虽然它的收益越高，但是你的爆仓的几率也越大。这里同样的限价啊，如果我们要开5倍的话，就直接跳到5，确认，那它这里就变成5了。限价0.24，如果是我们要开多的话，觉得它高了，但我可以跟它调到0.20，数量我们实际的可开361，对不对？我们可以帮它拉到最大，止损止盈。如果我们是看多的话，肯定就希望价格往上涨，也就是最低的价格买进，最高的价格卖出。我们开空的话，也就是最高的价格买进，最低的价格卖出，应该很好懂啊。比如说现在是0.248，我们想开空，我们可以限价到了0.5，我们才买进，数量我们买多少？买我们持币的，我们开的是0.5，是开空，对吧？现在市价是0.2，我想让它跌在0.18，
它会就自动给我们卖出了啊，止盈了。止损的话，以 0.18 我们全部卖掉，止损的话 0.25 我们想让它在 0.2 就给我们止损掉，我们就可以开空啊。我们开了这么多强平价格要 2.5， 所以这个就非常的安全啊。因为这里我就不实际开了啊，就是这么简单。开杠杆倍数的话，这是开空开多一样的啊。开多的话，我们肯定就是希望它这个价格比行情价低。现在是 0.25， 那我想 0.15 开，对不对？数量我只开，我们持仓在 20%， 因为我们杠杆已经有5倍了。因为我们是想 0.15 开，我们是开多肯定是想止盈，我们可以不设置啊，因为它这个上限我们都是可以获利的。当然你不想盯盘，我们也可以设置一个，现在 0.25 0.3 我们想止盈掉，价格涨到 0.3， 它的你买的这币的总数量它就会给你全部卖掉。我们止损的话，因为我们是开多，下跌的越多，你的仓位爆仓的数量就越容易掉。现在 0.25 对吧，我们止损想在 0.23， 我们就是要让它止损了。这就是一个5倍开多的一个 ARCU 的一个加密货币简单流程啊。市价也是一样的啊，市价就反正按照这个市价，价格的话没办法去更改了，就不是想让我们调了，就只能市价的话我们想买多少用多少钱去买了，买多少了，我们持仓在 50% 还是全部，对吧？止盈止损都可以设置啊。你是开多的话看涨，开空的话就是看跌。止盈止损的话我们自己去想，多比如我们100%止损，市价买入，现在我们希望它涨到多少，止盈涨到 0.28 对吧？止损下跌到 0.23 就给我们自动平仓掉。那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现货跟合约的一个交易流程啊。OK，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的啊，怎么样的投资。如果说你有1000块钱，我们怎样投资？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投资加密货币风险非常大啊。本期内容呢，仅为个人观点，还有信息的总结啊。加密货币属于高风险的投资领域，请理性的判断，谨慎重选择。如果说你在中国大陆想进行比特币的交易，我推荐币安啊，它的链接的话，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币安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啊。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啊！如果对你有所帮助，请伸出你们发财的小手，点个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个视频再见，谢谢观看，拜拜。